海盜汪直臨終預言300年後應驗在大清。1559年冬，杭州刑場，一個戴枷囚犯被壓跪在地，监斩官照例問他有無遺言，他沒喊冤，也沒求饒，只抬頭望了望灰蒙蒙的天，說了句怪話。他說：殺我一人不要緊，只怕連累兩浙百姓。接着又補了半句，這半句在正史裡查不到確切出處，是後人替他記下來的，但他準得讓人發毛。他像是對在場眾人說，又像是對300年後的歷史說，天朝若不查海上大事，100年之後華夏必受夷藩之辱。在場所有人都把這當成海盜頭子臨死的風話。刀光一閃，人頭落地，巨寇伏法，大夥兒都覺得這事兒翻篇了，東南沿海從此太平。但請先停3秒，別急着往下聽，在心裡答我一個問題：這人到底是誰？憑什麼敢在臨死前詛咒一個王朝？這詛咒又為何在300年後一字一句，以比他預言慘烈100倍的方式應驗在另一個王朝身上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今天這故事不是簡單的歷史八卦，它像一面鏡子，照出一個文明在範式轉移時為何總親手殺死自己的先知。最讓人脊背發涼的是，聽完你可能會意識到，我們今天或許正站在類似的歷史岔路口。這人叫汪直，他並非生來就是海盜，至少起初不是。他是徽州歙县人，大約生於1501年。俗話說無徽不成商，徽州男人若不讀書考功名，便出門做生意，這是刻在骨子裡的傳統。汪直便是典型的徽州商人，腦子活，膽子大，不甘心只在老家倒騰鹽茶。當時最大的生意是什麼？海上貿易。說到這兒，很多人覺得邏輯很順。明朝海禁是因為倭寇騷擾沿海，朝廷關門禁海是合理的防禦政策。倭寇都是日本人，燒殺搶掠，汪直勾結倭寇殘害同胞，被殺罪有應得。這邏輯鏈聽着天衣無縫。問題出在哪兒？出在第二步，倭寇都是日本人這個前提錯了。真相是明中後期所謂的倭寇，絕大多數其實是中國人。朝廷海禁斷了沿海數百萬人的生路，百姓活不下去，只能鋌而走險下海走私，走着走着就成了一商一盜的武裝集团。真正的日本浪人只占少數，且多是中國海商雇來的打手。這就形成了一個荒誕的邏輯閉環。朝廷說禁海為防倭寇，可倭寇主體恰恰是被禁海逼出来的中國人。越禁走私利潤越高，利潤越高，冒險的人越多，衝突越激烈，朝廷越覺得不能開海。好比家裡老鼠多，你不抓老鼠，反倒把廚房門焊死，結果老鼠在封閉空間裡繁殖，越來越多，越來越兇，你反而得出結論，看吧，我就說廚房裡全是老鼠，幸虧焊死了門。汪直就是在這荒誕遊戲裡摸爬滾打起來的。他很快發現海上江湖水比想象中深得多，有中国走私商、日本浪人，還有剛冒頭的葡萄牙人，大家為爭航線港口，天天打得你死我活。汪直非但沒被吞掉，反而如魚得水。他有像旁人沒有的天賦，懂得建立秩序。他講義氣，賺錢願分給兄弟，腦子也活。別人還在用刀砍人，他已從葡萄牙人那兒引進了佛朗機炮和火繩槍。他把大本營設在日本九州外海的平戶島，建港口、修倉庫，俨然海上土皇帝，自號五峰船主。有個細節值得一提，1543年，一艘從中國出發的船遇台風，飄到日本南部的種子島。船上除中國水手外，還有3個葡萄牙人。島主見到葡萄牙人的火繩槍，驚為天人，重金買下，並組織工匠仿製。這種火繩槍後來被日本人稱為鐵炮。織田信長能橫掃天下，靠的就是鐵炮。後世流傳的3段擊戰術也是從這裡長出來的傳說。整個日本戰國時代的軍事革命正源於這次看似偶然的漂流。據日本鐵炮記記載，那艘把葡萄牙人帶到日本的船上，有個自稱儒生武豐的中國人，用筆談跟島主交涉補給。許多研究者相信，儒生武豐就是汪直本人，因為他的號正是武豐。可見
汪直已非普通商人，而是同時掌握国際貿易、軍事技術轉移、外交周旋三重能力的超級玩家。在日本，他跟幾個強藩大名稱兄道弟，在海上只要亮出五峰傳旗，從馬六甲到日本列島，一般海盜都得繞道走。他建立起一套秩序，規定航線，制定規則，提供安保。想在他勢力範圍內做生意，可以交保護費，掛五峰旗，便能一路平安。但請注意，這個擁有海上帝國的人心裡想的居然不是造反，也不是獨立，他想的是什麼？是讓生意合法化。這正是汪直最了不起也最悲劇之處。他骨子裡始終是徽州商人，算得清賬。他知道走私終究不長久，今天官府睜隻眼閉隻眼，明天就可能圍剿，天天提心吊膽，生意做不大。最好的局面是朝廷開放海禁，允許民間合法貿易，朝廷收稅，商人賺錢，百姓有活路，海盜失去生存土壤，倭患自然消失。這是四贏的局面，國家贏，商人贏，百姓贏，邊疆贏。為了說服朝廷接受這個四贏的未來，汪直主動做了一件事，幫明朝剿匪。他利用海上力量主動抓捕真正的暴力團夥，一個個獨立海盜頭子被他親手綁送官府。浙江海盜副使李文靜甚至主動聯絡他，借他的力剿滅了大盜陳思盼。那幾年，官府對他的私人貿易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他的船隊在舟山一帶來去自如。那是汪直最風光的時候，也是東南沿海最繁榮的時候。雙嶼港一度成為東亞最大的國際貿易中心，每天上百艘船進出，日本、琉球、暹羅、葡萄牙商人雲集於此，沿海百姓爭相把子弟送進汪直船隊當水手，因為工錢比種地高10倍。汪直以為離夢想越來越近，只要繼續向朝廷證明開海後的景象，朝廷總有一天會想明白。但他太天真了，犯了幾乎所有先知都會犯的致命錯誤，以為方案足夠正確，就一定能被採納。他低估了一件事，舊秩序本身的慣性。這裡要把視角從海上切到北京朝堂。嘉靖朝裡，近海派力量占壓倒性優勢，在他們看來，所有下海者本質上都是潛在叛賊。汪直今天幫你抓海盜，明天自己就是最大海盜。他們認為倭患根源就在於汪直這種人勾結內外，只要滅了汪直，海自然就清淨了。1548年，浙江巡抚朱完派部將盧唐率軍突襲雙嶼港，一把火燒了這個亞洲最大自由貿易港，還用木石把港口填平。5年後的1553年，提督浙江軍務的王瑜又派俞大猷深夜突襲汪直在利港的新基地，汪直措手不及，船隊損失慘重，連妻兒都被官軍抓走。他帶着殘部狼狽逃回日本。這一仗徹底擊碎了他的幻想。他想不通，真的想不通。他幫朝廷剿匪，讓百姓吃飽，維持海上秩序，到底做錯了什麼？憤怒與失望讓他走向另一個極端。他不再談招安，不再提開市，索性扯起反旗，自稱徽王，在日本基地建立官署，分封部屬，俨然要與大明分庭抗禮。從1554年起，汪直的報復艦隊鋪天蓋地撲向大明東南沿海。這支軍隊跟以往任何倭寇都不同，有統一指揮、戰略目標、精良武器，甚至有葡萄牙火炮。明軍衛所常年吃空饷，在這支軍隊面前幾乎不堪一擊，幾十個倭寇竟能一路殺到南京城下。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嘉靖大倭患。朝廷這才發現事情搞砸了，而且砸得很徹底，打垮了一個想當忠臣的汪直，逼出了一個要造反的徽王。東南徹底糜爛，朝廷換上新人胡宗憲。胡宗憲也是徽州人，跟汪直是老鄉，這是關鍵變量。他到任後一眼看出症結，硬打贏不了。汪直根基在日本，打散了馬上又回來，沒完沒了。唯一辦法還是招撫。胡宗憲開始精心布局，他放出獄中的汪直老母、妻兒，好生供養。又派使者冒死去日本，帶去一封措辭極誠懇的親筆信。信中說：老鄉，之前朝廷確有不對，但現在我來了，只要你歸順，我保證既往不咎，
還奏請皇上開放市舶，讓你光明正大做生意。這封信精準擊中了汪直心底最柔軟的地方。汪直是被誤解了一輩子的人，他畢生所求不過是從海盜變商人，從叛賊變功臣。胡宗憲這封信給了他等了半輩子的台階。他對手下說，我本不想造反，如今胡總督這麼有誠意，還放了我老娘，我怎能不回去？1557年，汪直親率船隊停靠舟山岑港，派养子毛海峰先去見胡宗憲探路。胡宗憲熱情接待，還把自己的幕僚送到汪直船上做人質。汪直徹底放下戒心，將大部分船隊和兵力交給毛海峰留守，自己只帶幾個親信隨使者去了杭州。他準備了一份詳細計劃書，不僅有通商方案，還有日本各大名勢力分析，甚至承諾未來由他管理通商口岸，擔保日本不再出倭寇。他泛舟西湖，心情無比舒暢，多年來從未如此放鬆過。他以為奮鬥了一輩子的私營未來終於要實現了。可就在這時，一個叫王本固的人跳了出來。王本固，浙江巡按御史，徹頭徹尾的靖海派死硬分子。他看不慣胡宗憲招安汪直，覺得是養虎為患，更容不得一個海盜頭子在杭州城裡悠哉悠哉。他做了件徹底改變歷史走向的事，繞過總督胡宗憲，直接動用御史權力，派兵抓了正在杭州的汪直。被抓那一刻，汪直整個人是懵的。他大聲質問，我有什麼罪？我不是來投誠的嗎？無人應答。胡宗憲上書辯解，說汪直是來投降的，殺他會失信於人，激怒其海上部下，倭患必將再起。可朝中靖海派借機大做文章，指責胡宗憲通倭，汪直狼子野心。嘉靖皇帝本就對海上事務不感興趣，聽大臣吵得心煩，最後拍板殺。獄中，汪直寫下自明書，這是他留給歷史的最後一封信。他仍在為自己辯解，仍呼籲開海。他說自己在海上做生意，讓兩浙百姓有飯吃，還幫朝廷抓了那麼多真海盜，功勞上面不知道，反倒落得抄家下場，實在不甘。到最後，他念念不忘的還是那件事，請求在浙江也像廣東那樣設立海關，允許通商，正常納稅，既能讓國家賺錢，也能讓日本按時朝貢。這份奏書未得到任何回應。1559年冬，他被押上刑場，臨死前說了那兩句話，殺我一個不要緊，只怕連累兩浙百姓。天朝若不察海上大事，100年之後，華夏必受一番之辱。第一句話很快應驗，消息傳到海上，養子毛海峰當場殺掉胡宗憲派來的人質，扯起復仇大旗。原本被汪直整合的海上勢力瞬間失控，群龍無首，各自為戰。他們不再有幻想，也不再有底線，唯一的念頭就是復仇，燒殺。倭患比汪直活着時嚴重了10倍，整個東南沿海淪為人間地獄。胡宗憲焦頭爛額，戚繼光、俞大猷等名將打了整整10幾年，無數士兵百姓喪命，才勉強穩住局勢。而那個搞砸一切的王本固呢，雖被彈劾，卻沒受實質處分。一個愚蠢偏執的決定，讓無數人付出生命代價。做決定的人轉頭就去吃下一頓飯了。歷史有時就這麼殘酷。但故事還沒完，歷史最大的諷刺在後頭。汪直死後8年，嘉靖駕崩，隆慶即位，朝中政治風向變了。1567年，明朝政府正式宣布在福建粵港開港，允許民間船只遠航東西2洋，這就是著名的隆慶開海。汪直用命追求的夢想，在他死後8年戲劇性的實現了，效果立竿見影。無數商船從福建粵港出發，駛向馬尼拉，駛向東南亞。彼時西班牙人正在美洲瘋狂開採銀礦，這些美洲白銀通過馬尼拉大帆船貿易，如潮水般湧入中國。據現代史學家估算，16世紀末到17世紀中葉，全球生產的白銀有1/3到1/2流入大明。這筆巨額財富為張居正一條鞭法改革、萬曆3大征的軍事勝利提供了堅實經濟基礎。歷史用最殘酷也最明白的方式證明汪直是對的，開放帶來繁榮，封閉導致潰爛。只是這一切
他都看不到了。故事講到這裡，似乎可以畫句號了。一個被時代辜負的先知沉冤得雪，理念開花結果。但別忘了，汪直還有另外半句預言，他說的是100年之後，華夏必受夷藩之辱。隆慶開海讓這句預言的上半場失效了。整個明朝後半段，中國非但沒受辱，反而成了全球貿易體系中心，賺得盆滿缽滿。可歷史最擅長的就是黑色幽默。明朝亡了，清朝來了。清軍入關後，為剿滅南明和鄭成功抗清勢力，做出了比明朝海禁極端100倍的決定。遷界令強迫沿海居民內遷30到50里，界外房屋全燒，田地全荒，越界者格殺勿論。整個東南沿海被硬生生劃出一條寬幾十里的無人帶。這已不是禁海，是回海。後來遷界令雖廢，但清朝統治者骨子裡對海洋、對海外充滿恐懼。他們搞一口通商，只留廣州一個口岸，還設重重限制，國門關得比明朝任何時期都緊。他們以為這樣就能萬事太平，結果呢？300年後，1840年，英國人的堅船利炮轟開了那扇緊閉的大門。汪直時代剛在東南沿海冒頭，被中國人籠統叫做夷人的那批西洋人，他們的後來者用更先進的武器，把天朝上國打得落花流水。南京條約、北京條約、馬關條約，一個個屈辱條約，一次次割地賠款。汪直當年那句100年之後華夏必受夷藩之辱的預言，在300年後以他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慘烈方式，字字句句應驗了。我不知道林則徐虎門銷煙時，李鴻章哀嘆3000年未有之大變局時，有沒有在某個深夜翻開故紙堆，看到那個叫汪直的徽州商人的故事？那個300年前苦口婆心，甚至不惜以命為代價，要推開國門，擁抱海洋的人。如果當初嘉靖皇帝聽了胡宗憲的，讓汪直主持開海，如果大明能提前100年全面融入全球化海洋貿易，歷史會走向何方？我們不知道，我們只知道汪直死在了杭州。很長一段時間裡，他的名字都是倭寇头子的代名詞。今天在日本長崎縣平戶市還保留着汪直當年居所遺址，松浦史料博物館門口立着他的銅像。日本人記得他，因為他帶來了財富和技術，而在中國，他留下的痕跡微乎其微。講到這兒，我想拋出這期視頻真正的問題：為什麼一個文明總是選擇殺死自己的先知？這不是明朝的問題，也不是中國的問題，是所有舊秩序共同的宿命。蘇格拉底被雅典人毒死，布魯諾被羅馬教廷燒死。先知的悲劇從來不是因為說錯了，恰恰是因為說對了，說對了一些舊秩序還沒準備好接受的話。舊秩序殺死先知，不是因為恨，而是因為怕。先知描繪的新世界意味着舊秩序本身的消亡。舊秩序裡的既得利益者寧願讓整個文明一起沉船，也不願放下手裡那根爛木頭。汪直死時代表的不只是一個人，而是一整套正在崛起的海洋文明。這套文明若當時被大明擁抱，中國完全有機會成為全球化的第一個領導者，不會有300年後的鴉片戰爭，不會有100年屈辱。但舊秩序選擇了關門。他不是不知道後果，是明明知道後果也要關門。因為對舊秩序來說，控制比繁榮重要，穩定比進化重要，我還在位比國家會怎樣重要，這才是真正的悲劇。聽到這裡，我想請你做一件事，把剛才這個邏輯從400多年前的明朝挪到今天，在一個從工業文明向智能文明轉移的大時代，誰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汪直？什麼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海禁？哪一種聲音正被當作風言風語壓下去，卻可能在100年後被歷史證明是對的？我不給答案，只把問題留在這裡。對這期內容大家有什麼想法見解？你認為汪直到底是英雄還是海盜？你覺得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有沒有正在被殺死的汪直？歡迎在評論區告訴我。我是王立杰，我們下期見。